这样的凉风，这样的阳光，这样的云瀑。然后我觉得每一天都是非常美好的色彩变化跟美好的风景。那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家里自己都有小菜园，然后从我们这个色彩发想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说我家里种了什么，它是什么色彩，然后他会告诉我说他对于这个色彩的感受是什么，可能是跟阿嬷在田里面一起种的那个植物。其实那种印象很深刻的体验，心灵上的感情的表达反而是重要的。所以我结合了美感课程的这个沙拉课，虽然只是一个食物，那我希望就有食物，小朋友可以做一些造型变化的设计，来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感。布农族他们认为时间是没有终止的，它是会一直在某一个交叉点，然后在这个圆上会再相遇，所以跟你的分开可能不是分开，是在某一天我们还会再相遇。原来每个人的内心里面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感受，我想要倾听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孩子多一点时间，让他去表达。那小朋友跟我讲，他觉得红色是温暖的，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红色的人，带给这个世界很多温暖的事情。这是我觉得小朋友给我的回馈里面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色彩这件事情，我并不是只是叫他调色，或者这个红色就代表了什么意义。红色对他来讲，它的意义是他自己去找出来它的定义，而不是我赋予它的一个定义。过程当中，他们会试着做一些挑战，不断的去尝试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生菜可以放在哪里？先做好自己的吧。有点靠不进去。我会给它撕半哦。加油！等一下，用这个吧，用那个比较小。我感觉我今天放不下，一起。他会慢慢发现，哎，原来食物是立体的。在触摸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去感受这个食物的颜色，食物摸起来的质地跟色彩感受，刺刺的吗？还是滑滑的？他除了看到了食物色彩，他还把那个颜色的记忆吃到了他的肚子里面，刻画在他的内心里面。因为常常都是老师说了什么，而不是听了孩子他真正说了什么。我觉得那样的探索过程对他人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人在长大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经历失败、探索这件事情。希望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勇敢的做他自己。哦，优格，味道有点香香的，可是没有办法搅拌。但我觉得这样子很美哎，超美的哎。还有这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金针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，在这后面，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去了？梨子，给它藏在后面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就不同味道。因为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发展，或是不同的兴趣，或是不同的感官能力，其实他都会有他自己的特质存在。其实美感是无所不在，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它。就是我每天看到他，就是把他想成这样，那样，然后有时笑一笑就会脸红，所以番茄就代表他的脸。有吗？
应该是薯条，只不过它是用蔬菜的样子做的。因为很喜欢吃薯条，但是不能常吃，吃不到，是有时候就是跟妈妈出去的时候才可以。因为我每次起床就是会有鸟叫声，然后在我出去的时候就会有鸟飞出来，觉得像妈妈一样。